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郑，老何，大老李。这个如果加了老何微信的，现在都知道，那个老何现在生儿子了，是对吧？发了一个朋友圈，对，发了一张照片啊，然后一个那可爱的胖儿子在那儿哭呢。是，说操！我一看这照片，我第一反应就是这红包是什么时候给老何呀？那个随时。然后这老何这个生完这孩子之后，开始跟我聊上学区房了，是，对吧？然后就琢磨说住这地儿不行啊，没学区啊，说以后这个孩子还得飞黄腾达呢。是买哪儿的房子呢？最近考虑说孩子就是大学的问题什么的，就已经开始想了，早点了吧，就想了，开始想了。其实我觉得每个家长都一样啊，都觉得比如说给孩子规划清华还是北大，老觉得是一个开玩笑的事儿，但其实我内心认真的，我真觉得，哎，我的孩子，哎，我也希望他能考个什么好的大学。虽然我自己考300分，但是我希望我孩子考600分。所以今儿就我们找来一个真学霸，真学霸，对，这个是真北大的。他应该是华山成立以来，嘉宾的最高学历吧，差不多，差不多最高学历之一，差不多。对，之前有一个清华硕，打平，对，打平，因为没法再高了，对，再高就是博士了，就也还可以高，就是什么常青藤啊什么的，海外的啊，在国内，但是这个已经是天花板了，天花板。跟大家打一招呼，大家好，我是菜菜，对，菜菜是北大的硕士，然后还得加上法学硕士，听着就带劲，法学硕士，法学本身就难考嘛。菜菜思考了吗？对，我是读了研究生之后第1年还是第2学年思考的，思考一下就过了。对对对，哎，还是有那根筋，就不是一般人。关键是他这个行业嘛，你看我这行业就不需要思考，我就不需要，我也就没考嘛，是吧？关注这行业不需要这个，没必要。你们行业有证吗？有什么相关证吗？没有。只有这样，自由发挥的空间才更大。没错，对吧？是天花板会更高，你想吧？是，就一直自由发挥了嘛。对，然后那个菜菜是一直从小就学习特别好，是吧？就还行。菜菜是我原来的同事，哎，他怎么这么高学历和你是同事呢？因为我也是这么高学历。然后，因为我跟菜菜共事的时候，其实我发现菜菜她跟一般的女孩不太一样。对，就是首先她在说一件事儿的时候，她的逻辑性非常强。因为菜菜原来是坐在我斜对面，其实就是我们很近。菜菜原来又是法务嘛，所以有很多不同部门的人来找他，比如说聊一些业务啊，或者说谈一些事儿。我发现其实菜菜在嘴上没有输过，这个我觉得我非常佩服。就是比如说两个人稍微说的有一点呛，菜菜永远是把人给怼了，然后人家是懂法的呀，就是永远是对方没得说了，然后走了。这是讲理还是不讲理？不是，这个是从逻辑性的层面来讲，以逻辑取胜。我不是说他特别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从逻辑上让对方觉得是无懈可击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因为菜菜学习好，所以他就身上就具备这种特质。你要说因为学习好，所以逻辑性强，这点我不服。我觉得我的逻辑性也挺强的啊。当然了，人家是这个正经出身的啊，不像咱们是泥腿子，就这种靠个人的能力脱颖而出的，对吧？咱都是经验之谈。哎，对，社会大学嘛。哎，我问一下这菜菜，当你得知你的同事学历很低的情况下，并且工资不比你低，你心里是有落差感的吗？就觉得哟，你学历这么低，结果跟我干一样的事儿，或者说跟我能成为同事。其实并不会，因为大家的职能不同嘛。比如说，可能做市场的，他们的平均学历可能相对比较低，不要求很高的学历。但是可能法务的同事这边学历会平均比较高，那可能薪资上，市场部的他们的薪资的天花板会更高一些。是因为可能市场部他们能为公司创造更大的实际的价值，但是法务它更多的是后台部门，对，是辅助。那这个就决定了你的薪资的天花板其实是相对没那么高的。对，这个不会说可能我是3万，他市场是5万，或者说法务部总监可能是5万，市场部总监是8万，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对，能理解吗？要是我心里就不服。你这个都是我跟你说
你这个都是怎么说呢？看什么公司吧。穷人就是说学习上的穷啊，穷人的想法。我跟你说，其实我真的觉得他每个人职能不一样。那有的那个可能他连高中都没上完，那比如说收入还比你高，怎么办呀？是，对吧？所以我难受嘛。要不说我不能让你学历高了。是说回来，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就想剖析一下，因为这个老何也生孩子了嘛。我们以后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嘛，都会面临这个孩子的教育，对吧？以后都希望他成才，我们就想找一个学习好的人，看看他从小到大的这个经历到底是什么样的，就他怎么就学习好了。对，因为是这样，就是我跟老李是后来录音认识嘛，我跟老何身边我们是有10个人，有一个发小群，我们10个人。我们这10个人呢是一个小群体，我们这小群体呢没有一个学习好的，要不你们能玩一块儿了？这个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其实我没有找到自己的问题在哪儿，就是没有实际性的找到问题在哪儿，就怎么就不好了？因为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对吧？比如菜菜，你上小学的时候，你是每次都双百吗？差不多，对，大部分时候是。你要考99，你妈说你吗？我妈不说，我妈我爸在学习方面从来不操心，也不会管我。虽然我觉得我并不是典型的学霸，但是我觉得可能成绩比较好的原因是我自尊心比较强，又比较好胜，就是我不允许自己考第2或者第3。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最好的闺蜜，她是属于比我聪明，然后呢，我可能是会背后要使更多的劲儿才能考得过她。她在的时候。基本上不是他在的时候，基本上他是第1，我是第2。然后呢，他是学习委员，我是班长。但是我心里就一直憋着劲儿，就是我一定要考过他。其实，所以就是我们俩第1、第2是交替的。然后后来他转学走了，然后我就基本上一直是。你小学就有这么较劲的思想啊？可较劲了，怎么这样？不是，咱不说你第1、第2嘛，其实第2你不是不能接受，你只是想第1，对吧？对。如果你有一次考试全班中游，你是不是就回家就得哭啊？是，必须当场就得哭，就是你发自内心的哭，是吗？是，没有人逼你。对，不是说什么那个阿姨叔叔说那个说你瞧你学习，你看一落千丈了，怎么考第2啊？你看这个不就找着一个点吗？比如说我跟老何小时候考完试哭，是怕家长找我们茬儿。你看跟菜菜的家长的不一样啊，我妈就是对我要求特别严苛。小学1年级的第1次期末考试，其实这是人生中的第1次期末考试嘛。我考了一个100和99.5，我妈差点打我。哎呦喂！因为全班都是双百，然后一说出去孩子都是双百，你们家孩子99.5，我妈就觉得你为什么要马虎那一点？你的人生有可能因为这一点马虎就废了，哎呦喂，就完蛋了，就不行。其实我内心觉得不至于，可能是你妈给你的压力太大了。压力奇大。我还深刻的记得为什么是扣了0.5分，是因为我那个字儿写的不清楚，其实也不是错，其实是对的，只是不清楚啊，就给我扣了0.5分。对，现在到我来看的话，阿姨的确是挺多此一举。确实不应该操那个心，有那个功夫还有很多的选择。不是带我跑步去，身体好。是，那这个接着说回来啊，就是这个菜菜从小就一直是100，一直是名列前茅吧，不是第1就是第2。你说一下最低考多少？第几名？最次？小学吗？啊，对，差不多啊。小学应该就是第1、第2吧，没有过再次。你永远是不是那100加10啊？因为小学比较容易考双百嘛，有英语的时候就是300嘛。那可是你到了比如说4年级、5年级、6年级这种知识非常高难度的高难度的年级，你也可以就是轻松达到双百吗？是。哎呦喂，那还是学习好，对，还是学习好。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就说我自己就有一种，就我父母对我的那个学习成绩是从来都没有任何要求，我没有来自父母的方面的压力，但是我会自己给自己，也不是说压力吧，就是不服气，就是如果考得差了，我自己心里就会很难受。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开家长会，然后老师可能是想跟我妈表扬我来着，但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觉得我并不是一个聪明孩子。
但是他觉得我很要强，很努力。这不是骂人吗？这话。我当时其实我听到了，我是不高兴的。对啊，凭啥说我不聪明呢？我宁可是聪明，这孩子不玩活，知道？对吧？对，我是觉得这个不聪明的定义，着实给我了一点后面的人生有了一点影响。但是呢，要强这一点呢，我是觉得，确实是我性格里面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特点吧。你只是学习要强吗？比如在家里跟你老公做家务也要强，做家务不要强，但是谁说了算这一点也会要强。那比如说你体育上要强吗？会，对，体育也得第一。但是小学的时候体育还是挺厉害的，比如说我去参加4×1接力，我的成绩明明换我上场的时候比那个女生要提高了什么1秒还是2秒的，但最后老师让我参加别的项目，不让我跑这个，我就不服气。为什么？明明我的成绩更好。哎呦，你是这样的一种性格。对，老郑说说你。其实我一直分不清楚小的时候要强跟要面的区别。是不是要强就是要面？差不多，我这两个有区别。小学的时候是，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可能不是要强，就我可能是要面儿，觉得我别考太后头了，对吧？你想的是别落后了就行，就是别每次你都说我，对吧？你别每次家长会完了之后，然后这个对吧？父母全都找我茬儿，就反正别这样。我觉得真正要强的人，老何，你说咱们小学班里有吗？我觉得好像没有，我感受不到，或者说可能有，咱们没感受到。对，这个其实更能说明可能才的这种属于是万里挑一的，因为咱们一个班里边也没有一个真正能上本科的吧，就是少。不说清华北大，本科都不太多。小学的时候，你现在能数啊？就我现在印象中想象的，我那些小学同学，最后能上本科的，我觉得一个班40个人，能有个6、7个，也就这么多，差不多。而且我们还是在北京的西城上的学，所谓的好的学校上的学，所以我们班的风气就不是那么好。你们可能是被那波风气带坏了，有可能是，就是埋没了我们嘛。所以我觉得菜菜他这个要强的性格，会不会让你变得特累啊？就小时候就特累，家里边就说这孩子就老成，就那种感觉，成熟。不成熟，我觉得我心智不太成熟。你看这跟这个菜菜聊，菜菜虽然是法学硕士，但是他说我不聪明，对吧？然后比如说你跟聊成熟，他说我不成熟，你说是谦虚呢？你要是问老郑，我聪明呢，聪明呢，我还不成熟，30多岁了我还不成熟。我觉得东北人就是比较实在吧，净说大实话。前一阵我媳妇说我性格特小孩儿，我生气了好几天。你干嘛了呀？我也没干嘛，他就说我性格不成熟，我生气啊，说幼稚，说我幼稚。我说这么大岁数人了，你说我，说我，还不如咱家孩子了。不是幼稚，现在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词儿啊。我觉得啊，要是说有人要是说我幼稚，我觉得还行。这是不是侧面理解还比较年轻？对吧？那我这个童心还在呢。这种情况就不负责，你知道吗？就不负责任。说回来啊，听下来之后，我觉得其实从小时候就不一样，对吧？人家小时候是整个是一个要强的状态，知道学。你的父母跟外人说你，比如亲戚朋友在一块儿，怎么夸你的都？对，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我父母做的并不好，就是因为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自信的小孩，从小，因为比如说。别的父母会在我爸妈面前夸我，他们永远说，他不行，他就那样，不行，就是永远是否定。可能他们内心其实是觉得挺好的，那可是谦虚是吧？对，但他们表面父母只能这么说呀。对，而且他们从来不夸我。就比如说你们家孩子真好，嘿，那可不嘛，我们家孩子不是，就是我们家亲戚那个，我那表哥大飞，他妈就是夸他。小名不叫鹏鹏吗？说你看鹏鹏从小就怎么样，他们家就夸，不一样的，从小就夸。你看我们家鹏鹏洗碗洗的多干净啊，就是费点水，但是他整体是夸的，你知道吗？但是比如我要洗个碗去，你知道我们家就说可洗碗了，你知道吗？可洗一回碗了，会这么想，所以还是不一样的。对，其实我是内心小的时候是很渴望父母能夸我的，给我认可的。但是就算我做的再好，
也没有。对，我觉得就小学的时候那个阶段，那个时候不是有1、2、3道杠嘛，我是唯一一个。然后呢，学校有升国旗，国旗下讲话，那我也是那个唯一一个。然后还有领操员，就带着大家一起做操的，我也是那个唯一一个。我已经觉得我在学校已经做的是就是对全校的，但是我确实没有听到我父母夸过我。对，可能你的父母私下也会嘀咕啊，你看我们这种教育是对的。对吧？因为确实他厉害呀，方法是对的呀。对，他们不夸，但是他们也不要求。可能我要是学习差了，可能会要求啊，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做的不错了，所以他们也不要求。你父母怕是那个表扬还是批评，怕影响到你？对，是表扬好还是批评好啊？不是，这个模式已经很好了，那就保持，不要再变了，回头差了呢。而且蔡一直说他父母不要求他，已经是尖儿了，对，全校的尖儿了，还怎么要求啊？他们会说不能骄傲啊，行，别骄傲，就这样。蔡说这个3道杠让我想起一件事儿了。我小的时候啊，因为就是好像咱们那一直到现在的小孩也都是吧，1、2、3道杠。然后我就看我们班那3道杠吧，我也不是羡慕我们班那个人，我就羡慕这个职位嘛。然后我自己在小摊上买了一3道杠。但是我没有机会带，你知道吗？放学带上，出了校门不是出校门，我就让同学都看见也不好我就没人自己回家，贴着照镜子，对，贴胳膊上，然后那个心里幻想一下是吧？就比如我要是3道杠，然后我应该怎么管这帮人？我其实没有那么高的理想，我特想拿2道杠。我就觉得不错。那你拿过1道杠是吗？我其实是取得过2道杠的资格，就是2、3年级，后来被撤了。我是卫生委员，卫生委员是能2道杠的。卫生委员是2道杠，是2道杠。卫生委员、学习委员都是平级的，2道杠。然后呢，那个学校制度我觉得不是很好。1、2、3年级不给，4、5、6年级才给。我3年级被撤了。就不给那袖标是吧？就不给袖标，4、5、6年级才给。那会儿我已经不是了，那我就没拿过。所以人生其实是有一点遗憾的，但我内心是有遗憾大了。对，是有。为什么？是因为比如你看那放学的时候，小朋友一块玩嘛，有杠的人全带上。你看对吧？有杠的全带上，我没杠。我也跟人一块踢球，我就心里其实是有一点落差的。包括我妈接我的时候，就是她会看人家带着杠的人玩，你没杠你也玩。你说我在球场上赢你们，关键也没赢。关键也没赢。小时候就是我妈老冷不丁的给我一句，就比如说她去接我下学，然后比如说看见一别的学校的人那个袖标上有一2道杠，然后我妈就会冲我说：“哎，看看，知道那是什么吗？”我小时候说什么意思？要干嘛呀？怎么说呢？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为以后打好的基础，就是从来没体会过说我去做一个领头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看老何都没有想过3道杠这个事儿，他幻想也是幻想2道杠，对，他都不敢去想。等于3道杠一直到了这个6年级，对吧？然后到那个6年级升初中的时候呢，那你是直接保送啊？初中就还是得考。对，你想，我想一想高中是要需要考重点高中，初中就是电脑派位。对，初中就是派位，就是你在那个片区就是上那个初中。你家没给你单独报一个学校吗？没有。我问一下，从小你的家境好吗？正常偏上。那就是不错。我跟你说，能说出自己家是中等偏上，那可能在我们学校来说是这样。对，那就是不错。那个蔡的家世应该是相当不错。是吗？不错，那还是普通，寒门出不了门，还得有钱。不是，我给你讲一下什么是寒门啊？就寒门不是说你穷小子，寒门是原来有钱的，现在落魄了，这叫寒门，是吗？对，就我前两天刷一抖音，然后人解释了一下，说寒门不是说穷小子，这是寒门。那一直穷呢？一直穷，好像就没什么称呼。没有。你说你到最后，你现在的所有的学历啊，包括很优秀啊，和你以前家境好有关系吗？不是说家里给支持，我指的是思想的教育之类的。其实我觉得我包括去什么学校上学、读什么专业，我的人生重大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我父母他们真的就是一种不干涉，不干涉，基本上全都是你做你的选择，我们支持你就好了。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无为而治吧，就是父母对我的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给了我一个
很健康、很有爱的家庭环境。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爸妈我从来没见过他俩吵过架，没有。哎呦，这个太难得了，对，太难得了。我从小我爸妈吵架的时候，我就内心特别烦，心底里就难受。我爸妈晚上吵架还得把我弄起来。然后我爸又抱着我走，大夜里的，不是俩人抢孩子，不是他们俩吵架，小时候啊，给我叫起来说你想跟谁？你说作为一个小孩，我能怎么办？你说这个，你就会得罪那一个。我觉得这么做法，我觉得家长其实不负责，这么做法，我觉得是。反正这个氛围我非常不喜欢。你说我跟床，给我弄醒了，反正很不好啊。老郑解释一下什么叫无为而治啊？对，刚才菜菜说无为而治的时候，我跟老何相视一笑，反正那么回事儿。对，我是觉得他们给我最好的就是我想要什么，他们支持的时候，他们都能给到。这个说你想要什么，他们就能给到，是物质吗？比如说上小学的时候，我可能想试试，弹个钢琴。学钢琴，哎呦然后他们就愿意去花费这个时间和金钱去让我学，因为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学钢琴其实也是一件不那么普通的事儿，就可能我们学校也没那么多孩子去学这种，还要因为你学了你就要买一台钢琴回家，对，可见是买了。买啊，那肯定买啊，对，不然画一个，不然还租啊。然后我画一个，然后那个叔叔在旁边用嘴给嘟嘟嘟。可见这家境真是不一般啊。就还可以，非常可以了，非常可以了。然后我觉得老师说我写书法比较好，就写字儿好看。然后我爸妈就觉得那送你去学书法吧。对，就是那个时候要去，就是坐车坐很远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学书法，那就买辆车呗。归司机送着就完了呗。对，所以我觉得那他们对这些还是蛮支持的。我问一下这写字儿这问题啊，你是天生是不是字儿就好看？对，我觉得是天生的。对，我也觉得是，就是我起手就难看，就是我起手这个横跟竖写不直，我就有一次我就使了全身的劲儿跟他较劲，我还是写不直。就我发现这个是不是一个什么生理反应嘛？对吧？而且你看，有的人天生他的字迹就是干净。有人字迹它就是一坨不好看，而且每个字儿大小还不一样。这个东西是不是跟菜菜你知道你父母的字儿好看吗？写字儿不好看，他们就我妈写字就好看，就跟这没关系。我爸写字儿也好看，对，没关系。所以这个东西说不清楚。那我妈从小就板我说让我写字儿好看之类的，然后我怎么练都练不出来。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这个其实跟小时候家长跟老师的支持特别重要。我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作业，然后是我爸一笔一笔的板着我写的，大概写的下午，然后写完下午我把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当着全班面把我本扔地下了，他说是你写作业还是你爸写作业？但其实那个作业就是我写的。你爸是不是握着你手写的？不是，就是我就一点一点写，比如说我这个横写的不对，我爸就给我擦了，说你再重新写。你爸是不是叫你练笔来的？没有，就是那一天写的特别的干净整齐。然后老师把我本扔了，你说这就是西城老师干出来的事儿我就觉得，也不是跟你平时的表现有关系，不是说某一次他就会扔你的本儿，你想过这问题吧？不是，那也不能这么去看问题，对吧？你得先了解，你了解都没了解，你就给我下了一个定义。咱说回来啊，菜菜后来你学这个钢琴，学下去了吗？就学到小学6年级结束。其实我自己发现我没有什么音乐细胞，对，所以这个事儿是很难长久坚持下去的。但是你好好学了，对。几级啊？考了8级。可以了，就是你知道我们家一亲戚啊，就我那表哥大飞啊，要了他命了，你知道，就全家逼着他要了他命了啊，4级。就已经不行了，就每天练琴必须2个小时以上。最后都拿什么来糊弄啊？大飞他妈就上班去，我在大飞他们家住嘛，让我奶奶就看着我们2个。最后怎么糊弄我奶奶啊？拿那个复读机录下来，我奶奶在里屋看电视，一直放钢琴的声音，这样糊弄，就这么不爱学，家长天天逼哭了，这种最后考到4级，然后菜菜没怎么着，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8级。前两天大飞还跟我说呢，说想学自弹自唱，你知道吗？我说你没戏，肯定不行，因为这个没有什么混响的那种声音啊，包括背景音，你清唱就没法听，你懂吧？对，他说不可能。
他说我这个天赋怎么着，所以说明这个人菜的是谦虚啊。后来书法呢咋样啊？在老师给我的定义，我写字好之前，我从来没有练过，是从那之后才开始练。然后上初中呢，我们学校的门卫的大爷是一位书法高手，他觉得我写字好看，他就免费的教我，然后又带了我参加很多大连市的比赛。对，这门卫大爷，对，是的，这真有点那扫地僧的感觉。他当时就选了2个学生，另外一个女生在我们那个初中，他说你们俩我免费带你们俩练字。不是这大爷怎么知道你写字好看呢？就他应该也是听老师们说的吧。大爷想收徒，也没给钱。没有，他就是免费教，他个人的兴趣。那可能真是兴趣。就这么有文学素养的兴趣，怎么当门卫大爷？扫地僧嘛。他对那个女生影响还蛮大。那个女生后来她真的就去考了鲁美的那个应该是书法相关的专业吧，她就一直走了这条路。对。后来还学什么了？我吗？再后来就没什么了吧？其实我这人没啥兴趣爱好。对。你这个不叫没什么兴趣爱好，你还是有一个什么钢琴8级加书法的。我跟老何跟老李，其实老李有一点，老李好歹会画个画啊，是对吧？我跟老何也不行了吧？我跟老何这种才叫没什么兴趣爱好，就是不，我是没有特长。但我兴趣很多，打游戏也算兴趣，对吧？怎么都可以有兴趣吧？是，比如别人跳街舞，我挺感兴趣的，也可以吧？只是我不学而已。嘴上说我很感兴趣，不是内心是感兴趣的，但我这人比较理智，我会想到背后的苦，你知道吧？就放弃了，就吃不了苦了，那就放弃了。你看，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电台的兄弟都非常严谨，在这块儿。菜菜说我没什么天赋，但是我们兄弟对这块可非常严谨。你要把兴趣跟爱好你要给我分清楚。后来小学你这个书法钢琴全都练出来了，然后整个你这个学习成绩也不错。其实这个我觉得给咱们的启发是不是就是你说等到咱们孩子那会儿小学应该去培养他一个什么爱好？我觉得不是培养的事儿，用我妈那一句话说哈，这孩子是一个学习的料子就这么说啊。是到我这儿就是我们家也培养我了呀，没培养出来。我觉得重要的是还是他这个要强的心，我觉得是他主要是刚才我们听了好多东西嘛，对吧？一个是听他的家庭环境，菜的家的这个经济实力不说啊，就是说他这个整体的和谐的氛围，对吧？这个其实是不是很重要？比如说菜的以前家里经常天天老吵架呀什么的。那我觉得可能也就不会造就他现在的他。我跟你说一下，我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家长。我不是说她从来没有管过我学习嘛，就基本上不用她操心。那我妈是这种，就是她就是宁愿让我多休息一会儿，就是可以，她主动提出我帮你写作业，我帮你抄一下，我帮你抄那个正确答案。然后你知道，就是上初中还是高中，我不太记得，就晚上她觉得我睡太晚了，她说都10点了，你还不睡觉，那么天天10点以后睡。我说我作业没写完，她说你别写了，我帮你写。他是这样。还有一次就是我是干嘛，我说妈我今天想请假回家，你能不能跟老师说一声？我妈就是说好，我帮你请。他就跟老师编个理由。他是这样的。不是，还是你优秀，你懂吧？没看老何刚刚听你说那表情一脸不可思议。不是因为还是你很好，你不觉得在工作中也是吗？工作中我妈就是那种下班了吗？我说没加班。我加什么班啊？下班了赶紧下班，就是这种妈妈。那从小我妈就不是，我妈的意思是好好干，多跟人家学学，好好干。现在找工作多难呀！我刚工作的时候，然后我家里跟我说，你呀早点去，给你领导什么把水都打好了，扫扫地，是啊，扫扫地。都玩这一套，不是还是他优秀。其实咱们工作中也一样，如果说你能给老板创造出很好的价值，你来不来都无所谓，其实也一样，对吧？你帮我赚钱就行了。咱这个小学说完了，咱说说初中。你后来不是这个电脑派位嘛，是吧？派到一个附近的一个学校，对，还是第一？不是了，因为这个时候就会发现，确实有一些天资聪颖的孩子。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是不够聪明。就中考的时候，我在我们学校是第7。对，其实我这个成绩我并没有很满意。那你平时考试是多少分？分数我还真不记得了。就多少名？就多少名？还挺不稳定的。基本就维持在前20以内吧。
最好一次多少？那肯定是有前3的，肯定是有前3的，因为初中的时候就事儿就多了，因为就来自很多小学的各路精英就汇聚了，然后呢又涉及到各种小朋友们开始早恋了，乱七八糟的事儿，内心就波动很多。对，哎，特别巧，我小学的时候班主任是我爸同学的老婆，我初中的班主任是我妈的同学，哎，这个特别讨厌，那特别烦，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对，就是我初中的班主任对我贼严，特别严苛。就是初中的时候不是有跑操嘛，跑操就是冬天跑操，大家都不能穿羽绒服去跑，就是要求你得冻着跑。然后呢，我们班主任那天他觉得冷，他就顺手拿了一件同学们的羽绒服，他就穿上，结果正好就抽到我的了。然后他在我兜里掏出了一张小纸条，然后这小纸条就是别人通过我们班一个女生然后给到我的，其实我都还没来得及看呢。哎，你不可能不看，我都不记得了，因为我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都蒙圈了。反正就是一个男生写的，具体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反正就那点内容呗。对，反正老师就很生气，就觉得我的这个心思就不在学习上了。人家给我，对，那也不行，就说明你就有事儿了。你肯定外边招人去了。对，这个逻辑是错的。对，就是这种破事儿，我觉得多了就挺扰乱那个内心的。那你那会儿从初几开始练呢？哎呀，那会儿叫不叫早恋呢？就是啥也没干的那种，也算情感上的沟通嘛。那我还真的不记得，应该不是初一就开始，应该是往后一点吧。拉手就算了。那应该拉过。那人学习好吗？不好。就是学渣。对，学渣。哎，你看，往往都是一个学习挺好的找一学习不好的。哎，你现在老公学习好吗？他是我北大同学。哎呦，收回那句话。现在回想初中的时候搞这种挺不可思议，就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还是心智不成熟吧，就是好奇有趣这样的心理。那会儿发短信是吧？没有，那个时候还不初中高中才拿手机，对，高中才有手机，初中都没有。初中那时候都是传纸条吧。初中是 PP 机，BB 机嘛。你现在回想起来挺美好的。如果说你的人生中上学的时候只有学习，其实也挺无聊的。对，并且你有很不错的结果的前提下，有很多的丰富的经历，我觉得是一好事儿。你早恋影响你学习了吗？我觉得初中还好，高中是影响的，因为高中就有点来真的了。初中吧，你就是拉拉小手这种，觉得挺有趣的。高中就是真的，就是爱的你侬我侬的。对，就是那个情绪受影响会非常大。晴天也不学习。对，就上课经常都在想别的。我那个年代我是87年的，我觉得初中还是有点早，其实初中完全没必要。对。因为我是88年的，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初中应该是刚刚好，就是正是情窦初开的这个时候。那会儿我喜欢女孩，人女孩不跟我，你知道吗？因为那会儿的在一块儿是小众的事件，你得足够喜欢人才跟你，不是说俩人要培养感情，他不培养，喜欢就是喜欢那会儿，对吧？等于说初中也是相当优秀，是吧？家里边也是天天就夸赞声中长大的，对吧？哎，我问一下，你开家长会，你父母是争着去吗？不会，他们比较忙，就所以都忙着挣钱。对，就是在这些事儿方面，他们其实是不是那么的积极主动的。对，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就是我爸妈发现了我的日记本里面有一些关于情感方面的记录。还有日记呢，还自己写日记，还得让爸妈瞧见。你写日记的时候是什么？今天几月几号晴？会这么写吗？会。下雨怎么着写一段？对，都这样。对，那个时候都那么写嘛。固定格式是吧？对。为什么要写天气呢？不是老李，我也写过一段时间，几天就几天数，不到1个月吧。好家伙，我应该是真的真的写过1个月。我真是写过1个月，主要是我妈送我一本，那本特好，然后我就觉得那本不错。我小学的时候写过日记，我那本上带锁。你知道就那个，但是俩纸壳中间有一锁。现在想不是瞎胡闹吗？那会儿我记得学校里面老师还要求写什么周记写周记，写周记。我经常写今日无事。
然后老师给我的评语说是什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是今日无事就不写就得了呗。我那会儿的周记老是扶老太太过马路，就每天扶一个，对，老扶。后来每次我一去我姥姥家，我舅舅就问我，说今天扶几个老太太？说明扶了几个老头儿，一会儿这扶老头儿过马路，然后帮人老头儿什么那个买菜去，全都是这个。基本上都是，还帮买菜去。不是，都是编的嘛。行，那个什么菜的接着说，看到你日记的内容了，家长。对，好像他们也拿我没什么办法，就说你别想东想西的，就还好好学习吧。就是这么轻描淡写的一个过程。对，是的，感情方面那些记录是为了写而写，就是挺幼稚的就那会儿正是对感情有向往的时候，对吧？其实我觉得把自己的那个感情给夸大了。我觉得一直到后来，菜菜也是一个特感性的人。就是我觉得一直到工作，就是我从蛛丝马迹吧，就是观察，我觉得你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观察。是，然后呢，初中等于是谈了几个男朋友？就一个呀。哎呦，几年？初中那个中考结束就结束了，上高中就没有了。上高中就找新的，不联系了就。对，他没上你们门口蹲着你。他联系我，我已经不想联系他了。所以那个我觉得也不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真爱。对，不是真爱，就是你真的喜欢他吗？其实不是，你喜欢的是那种感觉吧。对，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不懂。行，咱们说回这学习这块。后来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大考，就是中考。中考考上一个好的学校。你考上的那个高中，排行多少啊？在你们那一片儿，在我们那个区肯定是第一。有区第一，市呢？市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排名，反正前5有吧？这个我真不确定。反正也是不错的学校。因为我在的是开发区，我们区那个最好的高中，如果你想脱离它去上别的地区的高中的话，就好像有点麻烦。对。而且家也离得远吧？对。我没明白，如果高中我就像跨区去考一个地儿，那上学都是问题啊。好像还得有关系，就不是说你想去就去的。就我们那儿，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北京这边好像也是，也没动过这心思，实在没研究过这块儿。因为我们那会儿家长对我的要求是能上高中就行。不是因为你家长认为你上完高中还有希望。对，你家长的清华跟北大梦他还能继续做。你要是连高中都没有上的话，他可能这个梦就没有了。不是，我觉得咱们那会儿的教育啊，我觉得有点夸张。就是你要上了什么职高技校中专，你这辈子就毁了，你怎么样了，以后你没有前途，怎么样了，你看，而并且指着那些工作不好的人说，你看他们就是因为学习不好而怎么样。但其实是的，就是它有一个概率问题，就我们这一代是这样，就以后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就是上的技校嘛。我现在回头我看这件事情，我们年级我所知道的，应该是混的还可以的，好像就没有。因为中间至少是在25、26岁的时候，其实大家有一次联系完了之后，都说你干嘛呢？说我在超市收银呢，然后说你做什么呢？说我在做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它有一个概率问题嘛，总体的概率就是可能普遍都不好。那你想过一个问题吗？不是中专技校职高不好，是这帮学习不好的孩子去了那儿了。如果说把菜菜就这些学习特别好的人放在那块儿，他也能学得不错。就那个技能也能发挥得很好。比如说我学修车啊，我最后我给保时捷修去了，去保时捷改装部，或者说 F1 赛车我去修那个去了，是不是也可以？比如厨子什么的，我真的学，我就是去哪去进修去了，真的是5星级怎么的米其林什么的也可以，但是没有这机会啊。就是因为你学习不好，那个学校也不会推荐你去，因为你这本身就是一个假设呀，对吧？他不可能学习好的，他比如说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学习好的都当服务员，他这个社会资源不是这么分配的呀。是，对，坐办公室去。不是说以后可以了吗？是吧？对，以后是说要分流嘛。不是，那学习好的也不去，不是能在办公室待着，那谁不愿意风吹日晒的，对吧？还是不愿意。咱说高中。然后咱那个又考上一重点高中，光宗耀祖的，这阿姨跟叔叔也是倍感荣耀，是吧？其实重点高中对他们来说，也就是正常的事儿，难道还要考不上吗？就是这种心理。怎么老凡尔赛我们？考不上才是有问题吧？考上了就是正常的。
还是从小习惯了吧？对，人打小学就是按照原来的那个学习成绩，初中的学习成绩，你肯定是得考上嘛。对，考不上就有问题了。哎，你那会儿怎么看待考不上的同学呢？就比如说学习不好的同学。没有考虑过，因为我有些好朋友他就都不考虑。哎，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初中的好朋友，他们也不是都是学习好的。就我有些玩的好的，他们也是考不上重点高中，然后也考不上重点高中，也考不上普通的，然后就去那种第3等的那种，去不了这种高中，那就没有高中可读了那种的。那还是有高中可读的。对，还是有高中可读的。我对他们没有什么说，没有说有戴有色眼镜或者怎么样，也没有特别的想法，就很正常。是内心就觉得，嗨，你们就那样吧。没有，我就学我的。没有这种感受。哎，你们约出去玩儿，学霸真的是会约图书馆吗？不会，我不是那种孩子，我是爱玩的。就是也该干嘛干嘛。对，学累了自己回家偷偷学去。比如说啊，家长要求6点钟到家，你的计划这出去玩回家的路程当中已经规划好了，自己晚上应该学哪科，应该怎么学，或者说有一道题我还没弄明白，我要给他弄明白，还是说这个回家再说，今儿太累了我就不学了。初中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没有那么强的规划。对，高中的时候就有了。高中课业太重了，高中我觉得我是属于自积的不够，学习的动力不足的那种阶段。就是因为高中开始早恋，就正式的进入早恋。早恋影响这么大吗？你这是高中是找了几个呀？那就一个啊，还都挺专情。这段感情对你那么重要吗？因为怎么失去你就没有全世界了？不是，就是你是真的喜欢了，就是进入到那个谈恋爱的状态了，再加上这件事儿老师的看法比较大，对，就是那个早恋的对象他还比我小1级，然后2个班主任呢，他们会对这个事儿很有意见，然后都被叫家长去谈话了，对，就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然后老师会对你意见会很大。那这谈话的结果是什么呀？没有用。那高中这个男生学习好吗？高中人家不是重点高中吗？是不是都还行？对，都还行，当然也有差生，但他还属于正常，就是也都是重点班，因为高中会分重点班、普通班嘛，也都是重点班的。但是没你好，因为他比我低1级，又是对，所以就没有这个。你们俩会约着一块儿去什么图书馆什么的吗？不会，我会强制他要学好什么什么，就比如说今天你要学英语，我帮你补习一下之类的，这样的。哇，那其实对那男的来讲挺好的呀。是，对，我觉得那男的没亏，菜菜比较亏。对，我听说过这么一件事儿啊，是其他学校的，也是跟菜菜这种情况比较类似，两个人谈恋爱完了呢，家里都知道了，然后也是叫两边的家长，然后见了一面，说完之后，不同的是晚上的时候，这2个家长。好像是2个妈又通了个电话，然后那个男的妈呢，就跟那女孩的妈可能说的一些东西说的比较重了，可能再加上那个男的他们家，比较有实力，对吧？然后可能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就说这个，反正大概他就说了一些话，招这个女孩的家长不爱听了，比如说什么你要多管管你家闺女啊，什么这种。结果这个女孩的妈呢，就直接就窜了，说俩人就骂起来了，就说臭娘们儿怎么着，俩人就骂。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在父母面前还是不承认的，对，虽然老师已经叫家长了，但是我们各自都不会承认，但是父母也都相信我们是没有搞事情。对，你怎么能证明我们俩在一块儿啊？对，还是没抓着把柄，还没生孩子，就直到高中毕业，父母其实都不太清楚。我觉得啊，也不是父母清楚不清楚，我觉得不重要。我们家孩子学习也没影响。在早恋这个事儿上，其实你管得越严，我觉得你孩子越容易越叛逆。对，越叛逆。我觉得我还好，比如我有一个妹妹嘛，对，其实我亲妹妹，对，亲妹妹。我打断，你家怎么能生俩孩子？因为那个时候我爸妈说，他们那个时候好像是1胎生女儿的时候还有机会生2胎，有这种政策吗？山东好像也有。是的，第1胎是女孩，第2胎就可以再生。对，因为我短暂的那几年，这波好多男孩上头有个姐姐。是因为我有个妹妹嘛，然后因为按理说姐姐对妹妹她是会像一个家长一样去管她的。我看我妹妹长大，就是她从初中开始谈恋爱，高中开始谈恋爱，并且她是那种会谈挺多个的，
但说实话，我会跟他讲一些道理，但是我不会干预他说你不可以谈，因为我知道没有用的。就是这么理智吗？对，在这件事上，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包括我以后的孩子，我可能会告诉他，你要怎么保护好自己。就对男生，你要有一定的自己的判断力。OK， 那具体你是谈还是不谈，我觉得这个完全看他自己。他就算谈了，我不会说你不能谈恋爱，这个事儿是管不了的。你还是比较理智。你要是正常，比如说我有亲妹妹，我看到她要走向一个不好的一个方向，我早就呲了，就不行。甭跟我说那些没用的。是老何没事还老跟我说他表妹呢，说他妹要怎么着了，哎呦真着急。对，我就不行，就甭跟我说那些没什么理智那套东西。是吧？那是跟我没关系的人，跟我有关系的人就不行，我就这么想。哎，你妹学习好吗？我妹学习不好，她从小就活在我的打引号的阴影下，因为她上的小学和初中跟我是同一个小学和初中，高中不在。然后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也都教过她，但总是会说：“哎呀，你怎么不像你姐呢？怎么？”哎，这种老师我觉得特别不好，特别讨厌。对，后来呢，就有一次我妹就因为那个老师这样说过她以后，就对她影响还是挺大的嘛。然后呢，我就给那个老师写了一封信。真的，我写那封信的时候，我自己都哭了。我是觉得，在小学、初中的时候，老师对孩子的内心的成长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时候，我的那些老师们对我都是一种正面的影响。对，就是他们会夸你。对我可能就是那种人，你夸我，我会越来越好。对，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吧？然后呢？不一定啊。咱说回来啊，哎，比如这次老郑学习进步了，一夸老郑飘了，网吧去了，这么容易飘？不是，我学习已经很好了。哎，就不你要是这么说呀。确实是，现在一想，所以我就给那个老师写了一封信。后来那个老师他真的就对我妹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对，所以我妹从小的她是一个特别贪玩，就是学习方面没那么大的动力的那样一个。那你爸妈管她跟管你不一样？就我小时候是不会挨揍的，但我妹就挨很多揍。还是学习好，看来不是说家长的引导有多好，不是啊，只是说你学习好，实在没得可说而已。我妹是属于那种能上房揭瓦的那种类型，你知道吗？对，哎，那从小就这种怎么不说人聪明了啊？这种人聪明，而且。其实上不上房、揭不揭瓦不重要，还是学习不好。而哎，你妹学习是真的不好吗？还是说没你好啊？她可能在普通班能考个前10，但进不了重点班那种，所以她也进不了重点高中。那不也是学习尖子吗？就普通，就正常水平。最后考上哪大学了？也是就本科吗？对，本科就普通大学。二本。啊，对，2本，这不也是尖子吗？你也不错了呀，还要怎么样呢？孩子不要太逼他，让他自由发挥天性吧，我觉得不错。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菜他们家的基因就是学习好？有可能。那他妹呢？我真觉得这有可能。你看他没那么玩，可是也考上好。可是你要说聊基因这件事儿，那比如我弟怎么解释呢？我弟家里没有基因，但是他考了630多。对吧？你说这个学习这事儿，其实我觉得聊到现在啊，就也没聊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我到底用一个什么方法，我才能让这个孩子有更大的概率学习好，自驱力强。那我再深究一下，这个自驱力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我觉得可能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天生和基因，另一部分来自于后天环境的培养。关键你说天生跟基因，我没有办法。对，那你就是对吧？我没有选择。对，后天培养嘛。我觉得啊，还是脑子聪明，就是因为这点。你不要说什么他只走个学习这根筋啊，有可能有人走体育那根，有人有可能走学习这根筋。但你看国家的选拔人才这个方式，它不是假的。你看影响到国家的命脉呢，这个选拔人才的方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他选拔的是叫人才，为什么都以这个考试来选拔呢？因为他这是选拔，这是国家好细心研究出的一套模式，对吧？那学习不好可以理解为啊，就是没有学习好的人，这成才的概率大。还有一种能力，我觉得是定性，就是当大家都在玩的时候，你可以踏实来干一件事儿，学一个习。那以后在工作中，你不是也可以踏实去工作吗？对，你看那学习不好的，一工作他老他妈想着玩去，老今儿干这干那去，对吧？那也是一种能力啊。所以我觉得那就是天生呗。我换句话说啊，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学习他从小就不好，他也没兴趣学，
你说对于这种孩子啊，你怎么办呀？我看过一个小电影，它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就是国外的一个很差的学校分出来的一个很差的班级，就这些学生基本他就是小混混，然后家庭都是环境也都是特别不好的，可能父母都不希望他们去读什么大学啊，早点毕业出来打工就好了。对，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就这个老师就改变了这些学生的命运。就这样一个差学校的差班级的学生，他把他们全部送到了常春藤。就是这些孩子是没有自驱力的，他们对学习完全不感兴趣。对，他们甚至一开始都要欺负这个老师，因为都是小混混嘛。但是这个老师真的就是他们人生的贵人吧，就是灯塔嘛。老师找到了一种方法，就是把他们带上正路，让他们自激起来，产生动力。然后呢，我是觉得如果一个人他真正的发自内心想学，就算他不是脑子那么聪明，就算他笨一点，其实也是 OK 的。因为不是有句话说吗，就比如说考试这种东西还真的没到去拼天赋的时候，就是拼努力。就只要你付出全力了OK， 其实是有希望的。所以我是觉得大部分孩子学不好习，或者说成绩不好，真的是他就是一个差生吗？我说一下啊，首先菜菜讲的那是一个电影，不是现实，是真实的故事。他说是真实的故事，他可能中间也有杜撰的成分，我觉得是啊。为什么？因为老李、老郑，就是咱仨想想啊，你们班是不是就有那个那孩子，他就是不可能能学习好，他满脑子就是想着我想成为大哥。你懂吗？就从小我欠人钱去，或者怎么着，从小就混去，或者说他从小他学习就不可能能读到常青藤。你现在脑子中你想你一同学啊，他就不可能。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事儿啊，它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了，所以你肯定是不认同的。有可能，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小概率，不是说所有人你付出全力可能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我是会觉得差生也不能放弃，我觉得他就是没有付出努力，他在这个事儿上。或者换一句话说，我觉得就是老师对学生、家长对孩子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当然，那些自己就有自驱力、自己就对自己负责的，我们另当别论哈。就是另一些可能比较迷茫的学生时代的孩子，他们真的需要一个好的父母、好的老师去引导。就在学习上，在学习上管教的好的父母跟好的老师，我觉得碰到这个的概率非常低，真的是。对，因为其实每个人的能接受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你说你觉得这个方法是好的，可能只适用于在这个人身上。我觉得挺难的这事儿。尤其老师嘛，我觉得不要把他想得过于神圣啊，人家就是份工作，人拿工资的，对吧？但人也不能瞎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说他有可能不是全身心的心思放在教育孩子身上，是人家下班也得谈恋爱去，人家也买房，人家买车去，想着去旅游去，对吧？他是人，我觉得大家不要神化老师这个职业。还有一个是家长，他也是第一次当家长，他也不会当。所以说，他说你说教育，他只能是我实验一遍，比如说通过几年实验一遍，成功就是成功了，失败就是失败了，因为你没法让那孩子再走之前的那条路啊，对吧？在节目中间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您想听到更劲爆的付费节目，可以来我们的公众号，更恐怖的灵异、更爆笑的杂谈都在我们的付费节目里面有更新。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话茬 VIP， 茬是带儿化音的，就可以找到我们，对这些节目进行付费收听了。咱们本期节目也录得挺长的了啊，在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菜菜你也有一个闺女是吧？闺女现在3岁多。对。现在面临就是这么卷的一个环境，你给孩子买学区房了吗？没有。我在学习这方面，目前我跟爸爸的想法是说不卷娃。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变哈，因为现在孩子还小嘛，包括我们选幼儿园都是选的那种纯蒙式的，希望他有一个宽松的，能够更多照顾他内心的成长的这样一个学习环境。我肯定不会选那种，这个幼儿园他就是小班英文达到什么水平，中班英文达到什么水平，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包括我在家，我也不教我娃学习个什么数学、英文，从来不，在家就是玩，所以他在家非常放松。他在幼儿园也从来没有过分离焦虑，就是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在宽松环境下成长的宝宝。对，所以目前来说，我们也不考虑说一定要学区房。对，我曾经可能想法是说，其实我是希望他读国际学校的，因
因为我们都是走过高考的独木桥的，对吧？谁不希望自己孩子读国际学校？是，就是会觉得不想让他再受这种应试教育的这种，怎么说呢？折磨、打压。对，是。你看，我现在我租了一个房子嘛，在这一块住，然后呢，我的房东，我跟他去聊天，他的孩子就刚从幼儿园毕业，刚要上小学嘛，我就跟他聊幼儿园的事儿，我就问他，我说周边有什么幼儿园吗？他说他的孩子上了一个没有证的幼儿园，就连那个幼儿园资格证都没有，是就相当于私塾似的，咱就说不合规的啊。但是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这房东其实是有点水平的。他说我比较信奉这个教学的教育理念，就是玩儿，就是这孩子到那块就是纯玩去了，不要让他学任何东西。他说我看过很多的幼儿园，都是说我们有双语啊，我们有什么什么老师，并且我请到了什么什么，哪怕是教授专门教小孩儿。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有啥用啊？没有用，你就让他好好玩就好了。结果我看到他的闺女啊，我个人觉得比其他孩子要活泼一点儿，就更淘一点儿啊。他跟我聊着天的，他闺女跳他身上来了，就吊着他脖子去玩。他就跟我说我就喜欢这样的教育理念。然后这个房东收入相当高啊，应该是100万级的，差不多就是1年啊。所以我觉得他的学习应该也不差，就是也是这种高学历的高知家庭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种环境下的家长好像没那么死乞白咧的怎么样，到学习的时候你自然就学就好了，别突然的怎么样。而且就是我觉得我们家长从小教育我觉得有一点的没有用的啊，一点从小教我写字儿，就特别快教我写字儿。比如说别人家孩子3岁会写名字，我就得2岁会。但是后来发现有啥用啊？你早晚都会写字儿，你老天天去勾着他那个没有用。你不如从小带我钓鱼去，是吧？就让我接触大自然，我觉得那个是不是更好的，对吧？对，我同学我们讨论，同学他夫妻俩都是北大的博士，因为他们俩毕业就继续读博，他们也不卷娃。然后呢，我们就聊说，现在培养一个身心健康的娃，不容易。对，就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心理不会很健康，对，所以你能培养出一个身心健康的娃就很厉害了。有没有可能是菜菜他们家还是籽儿多呀，还是有钱，就觉得我们家孩子反正以后出国的，这肯定是出国这条路的。不是，你得先知道金钱的本质不就是让你有更多的选择吗？啊，对。比如说，你看菜菜说我们家孩子以后上国际学校，对吧？没，后来没这么想了，因为算了一下，真的供不起北京的这个国际学校。谦虚，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真的是太贵。因为我看那个网上，北京有一个加拿大国际学校，你可以搜一下啊，就是人家的环境是什么样，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美国，就是每人有一个小隔间，能放衣服什么那种。然后那个打篮球就是换上篮球的服装，有专门篮球场，所有的那种上课的氛围也都是自由讨论的氛围。北京是有那样的学校的，孩子不刚出生嘛，我给他规划了一下，就去那儿。规划了一下算了。哎，你们北京孩子，你们上学的时候应该没有吧？就是课间不让你出教学楼的门儿。你们知道现在北京大部分学校都不允许，就孩子下课了，你就在座位上坐着，你要去打水、去上厕所，要报告的啊，你不允许离开这个教学楼。为啥呀？我操场都不能去，不能，只有大的课间操可以。哎，我们不是，我是上小学的时候，一共就10分钟的课间的时间嘛，我还下去踢一场球去，是吧？赶紧跑下去，然后赶紧跑上来。对啊，现在的孩子已经没有这样的权利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可怕。为啥呀？怕出危险。对，应该是还是怕出事儿。所以你就觉得孩子上学就像去蹲监狱似的，就是牢笼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去国际学校吧。但是现在觉得，哎，得有那个实力才行。真的，我问了我同事，他们家孩子在中关村3小，那都是顶尖的那个小学了，不让出教室，不让出，教室不让出啊。你上厕所可以，你打水可以，不可以离开这个教学楼。老郑小学的时候在地上爬呢，孩子在楼道里就是爬，我也8岁都来地搓，还玩这个呢。你想想，那是健康的。对啊，对吧？是啊，我其实更关注孩子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就是下课了为啥不能出去玩啊？对吧？我更关注这个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行吧，说回来呀，就我听了这个菜菜的从小学一直到中学的这个经历，
通过这期节目啊，我暂时还没有找到，就是说用什么方法，然后可以提高孩子的学习好的这么一个概率。对，咱可以下期接着再聊聊这个高中考大学生活，包括怎么上北大了。北大其实在我心中是一个，就是遗憾。其实我觉得是也是我的遗憾。就其实我觉得，就咱们本期请的这个嘉宾，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很谦虚。可能他很多东西我是不知道的，但我知道的他很多东西他没有说。就比如说菜的，他其实这个日语是可以流利对话的，据我了解，英语也可以是吧？日语是本科的语言，研究生是学法律，对，是这样的，等于是中日英，三语，三语，中还算吗？算，要不算我们就不会说话了，要不算我们这语言就是零了。比如说，要是我要会一门语言，然后我容不下你了，就我一坐在这儿，可能是我实在缺这个东西啊。我一坐在这儿，我就让你们知道，我会法语，对啊，我可以流利对话，对，我就想先把这个东西就透露给你们，你们都围绕着我这个特长，我们就不搭理你，就围绕我这特长就跟我聊呗，对吧？我觉得还是缺这个东西。我觉得从小就是没有一个学术上的东西能让我取得一个成就感。对。行，本期就先这样，然后等下期再跟菜菜深入再聊聊，再发掘一下，看看如何能有效的成为一名好学生。好吧，本期就先到这儿，拜拜，拜拜，拜拜。